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，还买了个罐头封口机。这200多斤，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回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，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王府同学问我说：“一下炖这么多肘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”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。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的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整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靠出来油嗦了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给它入味儿，等油凝固了就可以分罐了。等我仨实在太饿了，寻思煮点方便，这都是之前囤的。现在拼多多回馈用户他们拿库存补贴的白象方面，1块钱就可以秒到4箱96袋。粉白象嘛，汤是真的很好喝。你像这个猪骨汤啊、辣牛肉汤啊、酸辣金汤呀，味儿都特别浓。趁现在活动还在，你们赶紧点评论区链接去抢啊，掏死它！然后交给罐头封口了，这个封口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全程用不上驴参与一点。完我让驴大帮把标签写了，但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期末重文。然后这些罐头呢还要高温蒸煮一下，消毒杀菌。据说整好了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？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！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，拜拜。我最近在家琢磨千层蛋糕到底能不能做1000层。我找了个教程一顿神算，发现只要厨房举架够高，这事儿没啥难。但是当我干上之后，我发现我少算了一个变量，就是能力。我看那老师1分钟能烙好几张饼，但我们2分钟只能烙出3张饼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不吃不喝不尿尿，光烙饼皮就得30个小时，要全做完就得50个小时不合眼。那还吃啥蛋糕啊？那不他妈直接吃席了吗？后来就决定干到明天早上新突突，看看到底能干出多少层。完干的着急，就决定不夹馅了。我们给榴莲都吃了，好家伙，第3天打嗝还反味呢。然后分了2个转台抹奶油，寻思最后再合一起，这样能快点。他俩干的吧还像那么回事儿，但我俩干这个怎么看怎么跟小胖连线啊。这也就是自己家吃，这要出去卖去，别说给钱了，都能给我2个大逼斗。后来我俩实在不招人待见，就打奶油去了，打了1宿，越打越上头，早上胳膊都不一边粗了。当时直播间还有人计时呢，打1盒奶油大概30分钟，我弟都看懵了。他说别人打奶油用的都是大臂发力，咱家不是啊，咱家全靠2臂。完干到2天，我们同学扛不住了，他还挺养生，带了好几瓶小鲜炖的鲜炖燕窝。这个燕窝都是下单鲜炖，每周冷鲜配送的，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，配料只有燕窝、冰糖和水，保质期只有15天，捞丝特别浓稠。我有幸尝了一口，口感和新鲜度都非常好。总熬夜看驴的姑娘可以多备点。然后他走了，我们又干了4-5个小时，干到早晨8点多，真干不动了，就感觉已经形成质量守恒了。这个蛋糕每增加1层啊，可能对应着我们的寿命就要减少1年了。最后这俩加起来也就将近400层，干了20个小时才干这么高。我最开始居然还考虑过举架不够怎么办，我可真幽默。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就是没把他俩合起来，这玩意儿你说不切开谁能分清它是地雷还是千层？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要准备的好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干出一个真正的1000层蛋糕的。我打算缓1个月再挑战一次，但最近肯定是不可能了。这点玩意儿打包了30多盒，我们吃了2天，第3天这个奶油味和榴莲味一起反上来的，我太让人纯醉了。我前2天看纪录片，看着一个给老佛爷吃的菜，相传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还干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厨越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给他塞到6豆芽里，于是就有了这一道银芽酿肉。但因为制作难度很大，所以选角也很严格。我们按照流传的标准，用4个多小时，在将近1万根豆芽里才勉强选出572根，然后要想招把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里塞肉。就这会儿，我一度怀疑过，这真是一道宫廷菜吗？这不纯变态吗？后来掏这500多根
份豆芽算彻底给我们掏哭了，就跟张飞绣花似的，有劲儿根本使不出来，而且没有任何好办法，就只能用缝衣服的针一点一点顶出来。最崩溃的是，眼看就要顶穿了，结果在最后1/3的时候给顶漏了。问题这还是个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间还试过针灸针，但是没等给豆芽扎穿呢，先给手指头扎穿了。这活干得太暴躁了，这也就家里是个露台，这要是个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饭都得少俩。我们干了7个小时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后就要往里塞肉了，但没寻思干那么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后新换了个美的味精501冰箱，它有一个味精1周鲜抽屉，肉放在里边冷藏保鲜1周，还和鲜肉一样，拿出来不用解冻，直接就可以烹饪，就像给肉头等舱一样的保鲜体验。有了它以后再也不用吃冻肉了。然后我们人脉有限，实在是没有当过公公的朋友，就准备了3种肉，寻总有一种能跟老佛爷对上。但是这一步比上一步还变态，往里塞火腿，差点没给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针线或者注热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风险。到最后那1万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个小时，痔疮都快犯了，结果就整出3个1来，1天1宿就干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于口味吧，我只能说它不愧是一道宫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尝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简单来说就是没味，就感觉干了20多个小时，完全干了个寂寞。这一宿干的可太窝囊了，全程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好像没给我们憋死。看来文熬确实不太适合我们，以后还得是我熬。我前2天在家看了个纪录片，它里边讲说生蚝纯拿水熬，什么都不加，熬出来就是蚝油。这个事儿刚好戳在了我的好奇心上，我买了100斤生蚝，我就想看看纯拿生蚝熬的有没有瓶装的好吃。当然我更好奇这100斤称到底准不准。我们一个一个量的，这些一共是96.4斤，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中间差的这3斤6两啊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不太美好的夜晚。完给这些生蚝刷的干干净净的，刷完他俩再互刷一下子，就准备开生蚝了。开生蚝可要了命了，我没寻思这玩意儿这么难呢。这点生蚝一共开了5、6个小时，中间还开直播求助了一下网友。在众多网友的指导和鼓励之下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生蚝太难开了，是我们太笨了。然后求助了一个能来的朋友，奈何一个好人也带不动3个废物，我就又抓了一个壮丁。可能是他们这个年龄段需要总吃生蚝吧，他俩叮咣一顿砸，不用1个小时就全干完了。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，开生蚝只需要把握3点，就是放开轮，别怕霍霍，不要在自己家开。生蚝肉要好好给它洗一洗，这些一共是不到12斤，加水熬上呢，就算是开始做蚝油了。我仨可算能歇会儿，先领个左下角福利，你们也可以下载一下，登录就能领888。这我回手还能再整50斤生蚝，而且用上礼包码升1级就多10块，等级到了还能领8000和苹果13。你们赶紧去左下角链接点下面的立即下载。不会领的看看详细的顶部的流程图，按图上步骤领就行。然后我看了一眼我的蚝油，熬的这个色儿有点像王致和，焦虑的，搞得我也很焦虑。后来我确认了一下，这么熬不会中毒，我就接着熬了。这个过程就是一直搅拌一直熬，我后来都站着睡着了。我觉得这不是拿水熬蚝油，这是拿命熬啊。后来熬到了早上5点，终于熬出了这么一碗古法蚝油。然后我翻了好多这样做蚝油的博主，发现他们到今天还在更新，这让我稍微坚定了一些，就是这玩意儿真的能吃。我们对比尝了一下，自制的蚝油呢特别鲜，瓶装的蚝油呢就特别咸。然后用自制生蚝做了几个菜，又是1天1宿啊！这1000多块钱的生蚝壳子还不知道咋办呢。大早上7点，我仨在这整一桌生蚝，这一天算没法过了。但是这个自制蚝油吧，炒菜只有鲜味，有点单调，而且颜色不太好看。我需要把这碗1500块钱的蚝油再加工一下，居然是为了让它达到10块钱1瓶的那个标准。这个逻辑真的是造孽呀！